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今天呢，一如往常，请来了 Tyson 哥。大家好。我们呢准备尝一尝传说中，日本的新生代的比较好的威士忌了。现在有连续很多年其实是盖过那个三旗啊，对 PPT 啊，就后起之秀致富。那今天我们要尝的两款酒分别是致富的白叶和致富的蓝叶。那其他的我也是找不到，反正就这两款我们先尝尝看吧。美国这边本来就挺少的，致富的产品一直也不多。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从左边第一杯开始。话说这个白叶我在家里喝，但是蓝叶我还一次都没有喝过，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尝得出来这个蓝叶的味道。其实蓝叶跟白叶都是用的那个麦芽跟那个谷物的一个调和，很香，就有点香水的那种，有西瓜的那个味道，奶油、蜂蜜，其实它香气很多哎。它真的是挺香的一款威士忌。还有什么香草的味道，这个酒可以一直闻下去，很好闻，很好闻，就它香气一直会不断的扑鼻而来。特别长，这个味道真的好长，就一直有那个味道一直在出来，就这个酒好好喝呀！我觉得这酒吧。就到嘴里之后，就很圆润，就真的就有点像冰淇淋融化了的那种感觉，在嘴巴里面有一点点那个，就加了一点点奶油啊，然后就奶香气，然后那个水果的香气，就非常好。Blue Label 真的没有它好喝，没有，对 ，Blue Label 有一点点，其实是真的有一点点偏向好像单因麦芽的那种感觉，这一个反而我觉得会更的做得更均衡一些，很平衡。这个柔 Blue Label 它也有层次，但是它是很硬的那个层次感，有点硬，突然出现了一个味道，突然出来了一个味道，然后有断层的那种。这个是非常的从头到尾的那种感觉，而且它的那些味道是可以让你去满足的。就你喝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就调和型威士忌，其实做到这样真的不错，很厉害，好喝的这酒。然后我们尝尝第二款，这个是这款闻起来味道会稍微比它弱一点点，对，稍微比它更清淡一些，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很接近，两个的香气就能闻到的香气其实非常的接近。这个是刚新鲜水果，对，好像带了一点点好像类似于青苹果或者那个梨子的那种那种酸度，就闻起来会更清新一点，很清香啊，对，它花香也是有的，对，带有一点花香。这个也好喝的，但是这个跟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它给我的感觉的话，就是说它其实包括入口的那一刹的感觉，其实跟它是有点接近的，但是整体来说，就那个圆润度也有点接近，但是稍微会清淡一点点。只是说，然后还有一个呢，它的在中段的时候，它那个甜感，会一下子上来，然后那个甜感会有点重，就不像这一个那么均衡。我第二个能喝出来一丝丝的油脂感，第一个其实是真正一点都没有。这两款真的都不错，但是如果我自己选的话，我会选这一款。我也会毫不犹豫的选第一款。我也选第一款，就是我还想再喝一口。对，我觉得第一款会，它真的它那个圆润度真的做得太好了，就太均衡了。好喝的。它是奶油，但是它不腻。这个做得很好，就是说它不会，如果它的甜度如果再增加一些，那有可能会有点腻。但是呢，它刚刚好有一点点类似于海盐的那种味道，然后去中和了一下，所以它喝起来一点都不腻的感觉，还不错。好了，我们可以写下我们的答案了，反正就两个 50-50。我们给大家揭晓答案了。第一瓶我们选的是蓝叶，第二瓶是毫无疑问的白叶。那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好了，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们的答案完全正确。第一款我们尝的是蓝叶，第二款尝的是白叶。其实我们今天导演特别惨，因为这瓶白叶是我从自己家里酒柜拿过来的，大家可以看看我还是喝的还剩多少。喝得出来这两个是一个酒厂的酒，就完全一个 style 的。对它的风格，然后包括它的味道上面的，就是味道上面所展现出来的，其
基本上是这个是稍微弱了一点点的。哦，我先给大家揭晓一下价钱吧。那这瓶白叶呢，大概是在$100左右，不到$100了，不到100， 80来块钱。然后这瓶蓝叶呢，正常的售价可能是在200多一点点美金，但是网上有炒到400-500的样子。就是这瓶酒是看涨的，因为它这款酒其实为什么会炒得这么热呢？就是从近几年就已经连续3年拿到了，就在威士忌就那个大奖赛拿到了那个全球最佳调和型威士忌。就是说之前这个奖项其实很容易是给 Hibiki 给拿掉的，然后现在它是已经连续了3年都拿了。其实真的，我们喝过那么多 Hibiki， 然后今天再喝这个蓝叶，我觉得那是没有放在一起比了，但是我觉得它应该要比 Hibiki好喝的，而且这个酒是完全没有年份的。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它的奶油质地的那种浓郁度，那浓郁度会更好一点。然后其实它也是很好的入口，就跟这个其实跟 Hibiki 怎么说呢？我觉得 Hibiki 也不差了，你看跟哪一款 Hibiki 去比？是，对。然后其实像那个致富其实我们都没有给大家介绍一下。之所以就是当时我们以前挑致富这款酒去喝，就是因为听说致富，然后它跟雨生这个酒厂有一系列的关系了。那当时全世界拍卖最贵的一套，15年的时候，就是从雨生酒厂，雨生是致富的爷爷的酒厂，那致富是孙子的酒厂。那当时雨生他这个酒厂到最后不小心就遇到了一个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大崩盘，然后他就倒闭了。北土一之郎这个人就四处奔走去找钱，就把这400桶的酒又买回来了，自己又独创的这一套扑克牌，大家人尽皆知，就威士忌圈没有人不知道。听说这个全世界只有5个人，大概有5套吧。只有5套是集齐全套的。现在就是说他们能够一个人收集全套的，可能全球大概只有5套。380万港币，52瓶酒呀，没有多少酒呀。但是还好吧，你比起什么那个麦卡伦1瓶那种，还有那个类似于现在那个三旗的55年。你要三旗55年，现在在这边已经炒到1瓶要100万美金，真的是这个通货膨胀在酒上面也淋漓尽致的反映出来，太厉害了。所以其实威士忌这个玩好了是可以赚钱的，对，可以赚钱的。然后其实所以我觉得那个北土一之郎也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觉得他200块钱的这个价钱呢？我觉得这个价格是不错的了，这价格是不错的。所以而且我觉得这酒肯定的。应该会升值，对，还会涨。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呢，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或者有什么问题，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拜拜。